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现在呢，我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的，我现在位于亚洲区这个卡迪科伊这个地区。然后今天呢，我终于要去做我来土耳其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问一下这个植发，以及了解一下他们这个价格怎么样。土耳其的植发之所以那么出名，是因为它是亚欧交汇的一个地方，它可以服务于欧洲的这个消费者，还有亚洲的消费者。然后还有就是它这边旅游十分的发达。就是说，这边的植发它是有套餐的，它是包含了酒店，然后接机，然后还有旅游等等一条龙的服务，而且性价比非常之高，因为这里的货币贬值了，所以说很多游客他们来这边，除了植发之外就是旅游。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发际线，呈一个 N 字形的一个雄托，就发际线已经慢慢往上移了，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好像就是这里，上去看一下。A few moments later. OK， 我现在下来了，咨询完了他们这个植发的机构。我跟大家说一下吧，它这个植发的价格是2300欧到2500欧的，然后包含的套餐就是住宿，头2天的住宿，然后还有植发，然后还有就是接机，然后还有就是后期的护理。它时间不多啊，它就只需要今天植了，然后明天、后天这样子大概就可以离开了。然后后续呢会有医疗团队来给你做这个回访的。他们会包括一些什么洗发水啊、什么药品啊、给你滴的东西啊，这些都会包含。并且很重要的一点，他们不是根据你植发的单位来进行收费的，他们的医疗团队会根据你这个头发的情况来选择一个方法，然后就会有这个价格。就是不是说你植的越多，它就收费越高，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如果你的头发很光，掉的很多的话，那你来植这个性价比就很高了。他说我的掉发的区域并不多啊，所以说对我来说可能植一小部分就可以了。那这个呢，就是我刚刚去咨询到的一个情况。幸福的睡在车顶的小猫咪。经过这个角落，这只猫都要在这里睡觉哎。如果埃及的猫，他们看见土耳其的猫吃的这么丰富，我觉得他们会哭死的，觉得会羡慕妒忌恨的。在路边看到有车厘子卖，50里拉，也就大概7块钱1斤。挑一点，感觉价格还是很便宜的，就挑一点买回去。1 kilo? Yeah, 1 kilo. 50? Okay. 直接买1公斤。反正在这里也是车厘子自由，吃到吐吧。这是李子啊，这边的李子不知道好硬啊。感觉会有点酸，但是价格是一样的，也是50里拉，所以我就吃车厘子吧。反正这边车厘子很多，跟塞尔维亚一样，塞尔维亚车厘子也是7块多、10块这样子，1斤啊，1斤。Yeah, Turkish coffee. Yeah, that one. Yeah, exactly. 来这里买土耳其的咖啡了，因为土耳其的咖啡很好喝，它墙上都是这种土耳其的咖啡啊。Okay, I'll have this too. Yeah, together. Yes. Yeah, 2. Yes. 他们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一个街边的小吃。Can I film this? Okay. 我在街边看到他们有这么一个小吃，一小片一小片的，像是贻贝这样子的东西，海鲜，不知道里面是怎么样的，买1-2片来尝一下吧。我让他们给我拿2块尝一下吧。One piece is 6 lira. What's inside? Inside is the rice. Rice and then onion. Onion. We cook the onion very different. Oh, it's baked. You cook it or you base it? We cook first, and then after onion and rice, we cook again. Cook again. Yeah, it's gonna b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There you go. 4 pieces. Okay. Alright? Yeah. Enjoy. Yeah. 看看是什么味道。
哦，就是我们国内的青螺，只是说它这个是黑色的，像我们国内的话是青色的，但是它塞满了米饭，里面就全是米饭，我就直接用壳把它给拌起来，味道还挺不错哎，吃起来就跟吃那个海鲜炒饭差不多，真的就是海鲜炒饭，咸咸的、香香的，但味道真的不错。它里面好像放了一点点辣椒，咸香之余呢还有点辣。但是味道真的香，好吃。大家看得到吗？里面就是这样子的。我又去加了几块，因为吃起来味道确实可以。所以我吃了8个这个一倍，一共是13块钱。搞得今天就是吃，各种吃。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呢，叫做 Kadikoy， 是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区的。现在我所位于的伊斯坦布尔呢，它以前也被称作君士坦丁堡的。我是来到这里，我才知道原来君士坦丁堡就是这里，就是伊斯坦布尔。然后因为伊斯坦布尔呢，它是处于亚欧2个大陆的交界点。其实我原来不知道它交界点是那么明显的，但是我来到这里才发现，原来整个城区它就是划分为亚洲区跟欧洲区。然后我所处的这个 Kadikoy 呢，它就位于亚洲区。然后欧洲区呢，那边可以坐渡船或者可以坐这个地铁或者公交过去，是分为2个城区。君士坦丁堡呢，它曾经是东罗马帝国还有奥斯曼帝国的一个首都，而且呢，这里就是位于亚欧大陆的交界点，所以说它的战略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我就是住在上边的，然后对的呢，下边就是海岸了。伊斯坦布尔呢，它是有超过2700年的一个历史的。然后它这个亚欧2部分呢，是由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所分割。如果今天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坐渡轮渡过这个海峡。现在我要去见玲玲，她刚好呢也是在土耳其。然后比较巧的就是她住的地方居然离我的地方很近哎，就走个5-6分钟就到了。这个集市它只有每一个周末的周日它才会开，就是很多老东西，然后就里面有很多宝贝嘛。我们下了地铁之后就走了大概10分钟吧，就来到了这个整个伊斯坦布尔最大的一个跳蚤集市，就在这。这里面原来是一个停车场，但是一到了星期天呢，就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跳蚤集市，各种2手的东西在这里淘宝贝。这边有一些新的，但是大多数呢都是2手的物品。这灯啊，好酷啊！从私人物品到古董物品，这里真的应有尽有哎，各种有趣的东西。这是吃的，对，那个加菜的，你对，看他给你加菜和加土豆泥。这边擀面皮，擀完面皮，然后在这边填一些青菜，还有就是芝士、土豆泥，然后呢在这边烤完了才可以吃。这个就是我们点的蔬菜煎饼，蔬菜芝士煎饼。啊，这个味道很不错哎，它里面那个菜的味道都没有特别浓，但是那个芝士的味道很浓，我觉得味道很不错。看我们旁边的还有肉的，还有肉的，我们不知道有肉点。看着都好吃。我只看到他们有土豆，还有菠菜。我感觉这里的每一个物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一个故事，然后每一段故事呢，它就拼凑出了整个伊斯坦布尔的旧时光。在这里看的就是伊斯坦布尔过去的时光啊，因为每一个物品它都有留下时光的痕迹。他说这个东西是20世纪60年代的，因为这个是我一眼就看到它，是因为它是打标的。哪里打标了？哦，打标的就代表它是那个时期的这个古着，就是那个品牌，对，那个品牌的，这个。所以说卖的会比较贵。对，这个就是玲玲挑的，2个耳饰，一个是手链，镀金的，不到150吧，140多这样子。主要是它的工艺。对，真的是挑到宝贝了。对，好看，不错，对，值了。现在下午4点半这样子，他们就开始收摊了。看这边的流浪猫吃的多好，这么一大盘，这是肉鸡翅，冻的鸡翅给他们吃。这猫咪除了可以坐凳子上，可以坐桌子上，还可以坐在车上。这猫咪了不起啊，在这儿。
在回去之前，来这个海边这里，海峡这里看一看日落，很美，对吧？看看他们钓了什么鱼，这个鱼不知道叫什么鱼啊，但是挺大条的，而且钓了好几条。你看别人竿都没有，直接拿条线在这里钓的。在这里钓鱼还有卖茶的，卖茶卖咖啡的，真好。大家都在海边这里坐着，在这里等着看日落。现在已经满天都是黄色了，马上太阳就要掉下山下去了。下山之后我就回去，终于看到日落了，满足了。我简直是在收集全世界的日落。